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工智慧的入门。我们上次讲到类神经网络，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讲下去。类神经网络这边还剩下一两页。我们刚刚讲到类神经网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如果没有类神经网络，也就没有当代的人工智慧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那当然，它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技术。我们这边因为是入门的 talk，所以我们就没有深入的去讲一些数学。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重要的知识，我希望大家可以 catch 到。那它里面几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阶层式的特征萃取器。什么叫阶层式的特征萃取器呢？就是我们有给它一个输入的资料，例如说我们之前说要预测水果会不会大卖啊，那我们给它，例如说这个甜度啊、颜色、包装哈，那它就会把这些特征呢、这些输入呢综合起来，好加权啊等等的加权计算啊、平均什么的，然后再把它综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更高阶的特征，例如说预测它的价值、预测它的颜值啊，然后再往上萃取出它的，哎，这个可能人们会不会想购买呢？会不会觉得说这可以拿来送礼呢？哈，这是更上层的特征。那最后一路这样综合上去，就可以得到一个，哎，会不会大卖？然后这是一个比较高阶的、比较抽象的概念。好，所以类神经网络呢，就是这样逐步的把特征萃取上去，一步一步的萃取上去。那这个模型呢，它在落地的时候，它有蛮多重要考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就是它里面其实是很多大量的矩阵相乘啊。那矩阵相乘其实它是可以平行计算的。那因为它有大量的可以平行计算的矩阵相乘，所以我们通常就会使用 GPU 来去执行运作这些模型，类神经网络的模型。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AI 模型呢，我们需要买这么多的 GPU 啊，大家都在抢 GPU 的算力的原因。啊，那这个模型呢，你看它就下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类神经网络，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它有两个输入啊，然后到 Layer One 下面这个 Layer One，它就萃取出第一层的隐藏的特征，在 Layer Two 呢再萃取出第二层的更上层的更抽象的隐藏特征，然后到最右边的这个 Output 的 Layer，然后输出它的结果。然后我们上次讲到这一页。啊，那我们这一页是讲说类神经网络的其他弱点。它除了需要算力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弱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虽然它有很多的维度的、很多的层次的特征萃取，这个厉害没有错，它可以处理复杂的任务，这个没有错。但是它也跟很多机器学习模型一样，传统的机器学习模型一样，它其实都是在依赖匹配特定模式。匹配特定模式，也就是说，那个模式有重复发生的，它才能够处理。如果是没有重复发生的模式，没有重复发生的模式，它没办法处理。例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模型哦，它是拿来预测水果价格的，你没办法拿去预测蔬菜价格，那是不一样的模式，不一样的特征，不一样的规律在后面。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水果价格的预测模型啊做好了哈，今天台风来了，那整个水果价格的背后的规律可能就改变了。好，那这模型一样还不能用。好，所以它跟传统的机器学习模型一样，都有这个特性，就是它们都在匹配特定模式。它不是说靠一个逻辑的演算法啊，讲说，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要怎么样，好，如果遇到什么状况就要怎么样。它不是靠逻辑，它是靠匹配特定模式。当这个特征出现，当它的输入可以被萃取为特定的特征，那个特征有重复发生，它才可以依照这个特征呢去做它的预测、做它的分类等等的各种任务啊。所以它不会去管说啊这个分类任务啊，或者这个预测任务背后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基础原理。好，我们依照一步一步的证明，不是这样子。它不是这样做的。好，那你可能会想说，那我们的 ChatGPT 啊，或是 LM，他们会推理是不是？看起来像会推理，但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推理。啊，这个我们之后会讲。好，
好，那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这个类神经网络呢，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黑盒子。我们可以看到上一页下面这张图，它其实是一个复杂黑盒子。当你这个神经网络多达数十层甚至上百层那每一层可能上百个节点，甚至上千万个节点。这好，边不让那用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用复杂的好像有人那个麦克风没有关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黑盒子。那这复杂的黑盒子的特征萃取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过程。虽然说我们之前有用比较简单的范例跟大家介绍说它会从这个甜度啊、重量啊去萃取出上面那层的特征，就是大家会不不让会买？用这种。好，那个，哎，是不是有人麦克风没有关？Hello，好。它会萃取出一些特征嘛，对啊，但是那个其实是我们为了方便讲解，我们才导入那样的概念跟大家解释。其实它真正在运作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难去解释它里面哪一个特征代表什么意义，其实是很难解释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黑盒子。好，然后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这个类神经网络呢，通常我们都会做的很大的类神经网络，然后这个其实很容易 overfitting，很容易过度拧合。什么叫过度拧合呢？这听起来是一个好像不是那么友善的词过度拧合，这我们之前有提到，那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过度拧合就是讲说它很容易去符合它的训练资料的特性，它太容易去符合训练资料的特性，它学习能力很强。好，所以训练资料长什么样子呢？好，他就把自己模型变成那个样子，去符合训练资料里面的规律。可是训练资料里面的规律呢，有时候没办法完全重现在它真正上场的时候。例如说，训练资料里面有些资料不会再出现了，训练资料里面有些杂讯，那些杂讯也不会再出现了。好，那当这个模型过度去在意、过度去学习那些不会再出现的特征的时候呢，它在新的任务，在上线之后的任务呢，那当然就表现得不好，因为那些事情不会再重复出现了，那些资料、那些规律不会重复出现了。好，所以它会因为它的学习能力太强了，所以它会把一些不该记的东西记下来了。那反而就让它没有办法去做捕捉真正通用的、真正共用的、真正会持续重复发生的那些共用的特征，它可能就忽略了。他可能就不会说100%去注意那些通用特征的，而是花一些心思去注意那些杂讯，注意那些小地方，因为他学习能力太强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弱点。但是我们这个有很多技术可以让它减缓这些弱点，然后减缓这些弱点。好，那我们讲了类神经网络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会讲机器如何理解内容，机器怎么去理解内容。机器真的能够理解内容吗？看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这个其实都是在做模式匹配，它去比对这个模式这个规律有没有重复发生。当这规律发生的时候，它才会做预测，才会做分类任务，才会做你叫它做的各种事情。它其实在做模式匹配。那它做的事情其实是学习那些模式，学习那些特征，学着去萃取特征，学着依照这些特征去预测它的任务要的结果。好，看起来很像是人类的理解，但是其实它只是一种运算，那只是一种数学运算。它当然是没有意识，毕竟它是机器，但是当然是没有意识的。不管它再怎么厉害，它都是没有意识的。所以，当你之后看到 ChatGPT，或者是说 OpenAI，他们讲说，它的模型看起来是有意识的，它再怎么样都不会有意识，它就是机器。它可能看起来像是有意识，因为它会模仿你讲话，它会模仿你讲话，就好像你可能手上有玩具，例如说电子鸡什么的，它可能会讲话，但你不能说它讲话就代表有意识，不是这样，它只是看起来有意识而已，它事实上只是数学运算，它事实上只在识别重复的规律，你讲什么话，它就跟着你讲什么话，你给它什么任务，它就预测什么样的结果。当你给它的输入、给它的特征稍微改变的，它比较难去举一反三。如果说你改变的太多的话，它比较难去举一反三，所以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在思考，它也不是真正的在推理，它更不是真正的理解，因为它并没有去理解背后的本质上的理由，它只在做表面的模式的匹配。
表面的规则的匹配。好，所以当然他不会理解这个人类的痛苦啊、人类的同理心啊、人类的幽默感这些，他不会理解自己。他表现出来有幽默感，表现出来有同理心，纯粹是因为他透过大量的数据运算，发现，当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要回答什么话，看起来才像是符合人类的期待，才像是符合人类的同理心的要求、同理心的期待，或是幽默感的需求。他只是透过大量数据去计算之间的关联，他其实只是在计算关联。好，事实上他没有真正的理解背后，他没有真正的体会背后的那种感觉，他是没有办法的，毕竟他就是机器。好，所以你说机器能够理解吗？他没办法真正理解，但是他可以看起来像是理解，像是理解了那件事情。好，看起来。好，那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边有一个上面第一行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例子嘛，我们就预测水果价格，那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函数，然后把那些资讯啊、那个重量啊、甜度那些资讯纳入那些重量、甜度分别乘上某个参数，就这个机器学习自己会学会了某个参数，知道要怎么加权这些输入值，然后知道哪个输入值比较重要，这个加多一点分数，那个加少一点分数，他知道怎样把这个综合起来，然后多出一个价格。好，那今天假设它这个价格预测的很准，你会说这公式理解你吗？不会吧？你不会说这公式理解你吗？它就是一个公式，它就是一个数学公式，它就是一个算式。你不会讲说一个数学算式理解你，不会这样讲。所以真正理解你的，其实反而是设计这个算式的人，他看得到这个世界是以某种方式运作，所以他设计这样的模型，他设计这样的公式，去接近那样运作的背后的规律。所以你如果要讲说他理解你，你不如讲说是设计这个模型的人理解你，设计这个模型的人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所以他设计了这样的模型，他知道要带什么参数知道要带什么输入值进去，然后知道这个模型要怎么去做加减乘除，知道这个模型要学哪些参数，让这个参数乘上那些输入值，所以是设计这个模型、设计这个算式的人理解你，而不是这个机器理解你。机器它就只是一个算式。好，那在功能上，在功能表现上，那其实已经很像人类的理解、跟解释、跟应用，因为它会讲话嘛，它会模仿人类讲话，所以看起来很像。但是纯粹只是因为它在捕捉关联性而已，捕捉那个输入对到什么参数，拖出什么样的计算结果，纯粹就是这样子而已。它可以捕捉那些复杂关系，即便那些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复杂，它还是有办法去捕捉那些关系。好，那我们这边其实没有要讨论这个哲学问题，我们没有要定义说什么叫理解，什么叫意识我们不是这个不是一个哲学的讨论我们要讨论是使用上的问题。使用上问题，所谓使用上问题，就是讲说我们要设计哪些框架。像现在的 AI 或者现在的机器学习、类神经网络等等，它们到底是基于哪些框架？怎么样的框架，让机器可以填上这些参数的细节？展现出理解能力，展现出理解能力，看起来像有理解能力。好，所以重要的是这个工具，它怎么设计的，它设计成什么样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它可以看起来像有理解能力，即便它根本就不理解。好，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理解的框架，让它看起来像理解的框架。好，这个人类设计的框架到底长什么样子？在机器学习里面呢，有两大任务一个是图片任务，一个是语言的任务。好，图片任务就包含图片的分类图片的识别就例如说自驾车要看路上有哪些行人、哪些树、哪些这个交通号志。好，这是图片的任务，这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当然就 ChatGPT 这种语言的任务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图片任务，它是怎么去理解的？对于电脑来说呢？数位影像它其实是用很多数字来表示。我们数位影像，例如说左边这是猫的图片，猫的图片它可能是有个 size 嘛，有一个大小尺寸长宽，例如说长宽分别是500×500，长是500，宽也是500。那它其实在电脑里面储存的方式就是一堆数字，它让500×500
这个图片变成500个数字乘上500个数字，500，例如说长是500个，这是一个500乘500的 table 啦，500乘500的一个表格哈。那这个表格呢，每一个位置呢，都是一个所谓的像素，一个像素。好，那这个像素呢，其实就代表每个点的颜色，每个点的颜色。那如果它是灰阶的颜色，那就是一个数字，例如说0到25。好，那如果是彩色的影像呢，它的每个点的颜色就是 RGB 红色、绿色、蓝色的综合。好，所以它是分别记录红色是多少，绿色是多少，蓝色多少，这样综合起来就变成你看到的数字三原色。啊，所以灰阶影像的每个像素是一个数字，彩色影像的每个像素是3个数字。那模型要做什么事情？模型就是要把这些数字当成它的输入。好，所以他看到，这个像素这个点它是什么颜色，另外旁边这个像素是什么颜色，他就把它综合起来。这是跟你做水果价格预测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你水果价格预测，你的输入值是，比如说它的包装的好不好看啊，它重量多少啊，甜度多少，这些客观的测量值。好，那在这边数位影像也是一样，这些客观测量值，这个亮度多少，颜色是什么？好，这是一个客观的测量值啊，他就把右边这些数字呢当成它的输入。那当他有这些输入之后呢，他就可以透过所谓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好，CNN 它来萃取里面的特征。这个东西呢是当代电脑视觉，就让机器怎么去看图片，电脑视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自驾车。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它怎么去理解这个图片。好，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抽象，那我们这边看这张图，看这张图。好，我们中间那个最大的图上面很多数字，对不对？这个就是，比如说一张照片。好，那我们右边呢有一个小一点的9宫格的3×3的9宫格的图。好，那个就是它的特征萃取器。所以它特征萃取器它里面就有-1、-2、-1、000、121，照中间那个9宫格的图。好，特征萃取器。那这个特征萃取器呢，它就会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去看这个区域有没有某些特征存在。然后再往右边移一格，或是移2个，然后再看，右边这一格有没有它主要的它想要找的特征存不存在？好，那这个特征萃取器呢，就会一路往右边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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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移过去。好，然后再往下，再一格一格一格这样移过去。好，那它每次停在某个位置上呢，它就可以知道说那个位置有没有它要找的特征，它要记录下来。那我们在看图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眼是看，这个图片上有没有某些特征？例如说猫的图片，猫的耳朵是尖尖的嘛，对不对？猫耳朵是尖尖的，那我们也在看，这边有没有一个尖尖的特征？这边有个猫的鼻子是圆圆的特征啊，猫的毛皮呢，是不是有个虎斑猫的那个虎皮的特征？这概念其实很像，好，所以这个9宫格这个中间这个-1、-2、-1这个。它就是一个特征萃取器，它就一个一个看，这边有没有尖尖的，这边有圆圆的，它就一个一个看。好，那看完之后呢，它就把那些特征记录起来，变成下一个层次的输入。好，跟之前类神经网络一样嘛，类神经网络也就是拿了输入，把特征萃取出来，变成下一层的输入，然后再拿了下一层的输入呢，再继续重复的动作，再重复进行。在这边也是一样。好，你看最右边那个。里面什么都没有写，那个 table 啊，这个表格里面上面不是写的-3吗？-3那个就是它萃取出来的特征到底占了几分，这个特征占了几分。例如说，好，这个小小的9宫格，它是要找猫耳朵上面那个尖尖的特征，然后他就看看，这个位置呢，到底是-3还是3？如果是没有猫耳朵特征，他可能写-3；如果他发现猫耳朵特征，他就写一个3，或者4，或者5，他写一个数字上去。然后那它这样就是这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路跑哈。好，那你可以看左边这张图，那个绿色、蓝色那个图，好，所以它就是像是一个放大镜一样去看，这个小区块、那个小区块、那个小区块，这样一路这样一直滑动，然后把每个位置的特征
到底存不存在都记录下来啊。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它的视觉化了哈。例如说，我们要用一个电脑视觉的工具来辨认这个数字到底是9还是4还是2还是3。好，那右边这个就是它的特征萃取器，它就有一个小小的矩阵，刚刚是9宫格，那这边是一个5×5的更大一点的特征萃取器，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好，那他就拿这个特征萃取器去看这个9，这个9的边边呢，或者9的那个直杠呢，或者9的圆圈呢，到底有没有符合它特征萃取器想要找的那个样子？如果有的话呢，它就把它点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最左上角这个9，你可以看到它右上角那个头呢被点亮了，然后9的这个直杠那一边呢，右边也被点亮了。也就是说，这个特征萃取器在这边呢，它是在找右上角跟直杠这个特征。它如果有发现的话，它就把它点亮，弄亮一点。那如果是没有发现类似的特征呢，它就把它弄暗一点。好，那你现在就会想说，哎，那这个特征如果只有找直线，或是呢，如果只有找横线，这样好像不够吧？我们没办法只看直线特征就判断这个是不是9，因为一跟7跟4都有直线嘛。好，所以它显然要组合很多种特征，所以它还会有其他的特征萃取器。例如说，我右边就有总共16个4×4个特征萃取器。你看那些像马赛克一样那些图都是特征萃取器，它就有各种特征萃取器。那有的特征萃取器呢，负责看直线；有的特征萃取器呢，负责看横线；有的特征萃取器呢，负责看弯角。啊，每个特征萃取器都要负责看不同的东西。好，那每个特征萃取器萃取出来的结果呢，就会放到左边这张图上面了，就会呈现在左边这张图上面。好，所以一张图呢，例如说一张手写数字的图，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也是在找那些特征，电脑也是一样，它就把这些特征呢拆出来、拆解出来，一张图变成16张图，16张小图，然后一张图变成16张小图。那这16张小图就是你左边看到这个样子，它分别记载了不同的特征。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继续重复一样的动作，把这16张小图呢变成下一层的特征输入，下一层的输入，那它就可以萃取出第3层的特征。那我们第3层的特征是不是就可以看，哎，同时看出，哎，这个直线跟横线是不是同时有出现？因为它变成下一层了嘛，对不对？所以下一层就可以看到这16张图了。它这样层层叠代上去，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到，哎，不同的特征被综合起来了，而且被看得更远了，看得更远了。本来只可以看左上角这个小区块，现在呢，因为它又往上一层了，所以你变成说，你站在更高的楼层，你看的范围就更大了，你可以一次看多个区块了。那再往上更上一层呢，那你看的范围就更大了，所以最终它可以看到整张图片。啊，虽然你可能想说，一开始这个不就是只能可以看3×3吗？对，一开始只可以看3×3没有错。可是当你往上一层往上走的时候呢，它看的范围就变大了，因为可以同时看很多个小区块了，往上走。好，那所以这个 CNN 它其实就是一个多层次的萃取特征。哎，这个名词又出现了。当我们之前在讲类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很重视一个概念，就是它是多层次的，它在每个层次都萃取上一层的特征出来。在这个电脑视觉这个 CNN 这个模型里面，它也是做一样的事情，多层次的。好，多层次的萃取特征。好，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个 VGG16这个是一个很经典，但也很古老的，很古老。这个应该10年了吧？10年，这个模型应该诞生10年了。好，这个是最早期的电脑视觉的模型。好，那你也可以看到它中间不是有大片的蓝色的吗？好，然后就有小片的蓝色的，然后那个蓝色的那个小方块啊越来越小，那个就是一层一层把特征萃取出来。一开始第一层呢，它是用大片的蓝色去看这张图的每一个点。那接下来呢，它再把它收敛，可能3×3变一个点，3×3变一个点，这样整个图就变小了嘛。本来可能是128×128，然后它就变缩小，变64×64，再缩小变32×32。好，因为它一次看3个点，所以它看到下一层就变小了。一次看3个点，再下一层就变小。所以它就这样一层一层把这个图片上的特征呢抓出来，而且每一层呢
都可能抓很多特征，例如说抓个200个特征、100个特征、20几个特征这样子，一层一层把每一层的特征用很多个视角、很多个角度去看，哎，你这个有没有直线，有没有横线，有没有圆弧等等，把这个特征就抓出来。好，那它一路萃取出来，就到最右边的这个一个结果，就是这到底是猫还是狗还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这种模型呢，好，它就用这个宽跟高呢来决定我这个图片要看得多仔细。比如说1024×1024的图，还是32×32的图。当然，这个宽跟高越大，它看的解析度就越高，它看的图片细节就越仔细。那通道的深度呢？就是我一层要萃取出几个特征。例如说，我在这边一层萃取出16个特征，代表它看的视角是不是够丰富？那比较厉害的模型，它也许不会只有萃取16个特征，太少了。它可能萃取100多个特征，或者也许56个特征、28个特征，它会萃取多一点。这个跟我们之前做水果预测的模型、水果价格预测的模型其实很像。当我们以前在看水果价格预测的模型的时候，每一层萃取几个特征，只有2个特征。好，第一层是甜度、重量，然后第二层是这个价值或是颜值。我们就萃取2个特征。那在图片那边呢，它一次可能萃取数十个特征，概念上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 CNN 网络的大概的概念哦，就是一层一层把每个小 page 小小的区块上面的特征挑出来，再往上面送。那这个模型呢，虽然说它可以理解图片，它可以理解图片，但是这个模型是人类设计的。人类设计的模型呢，先天上就一定会有一些弱点，有优点也有弱点。它先天上就决定了某些假设，这个假设如果不成立，那这个图片辨识的性能就会大幅的下降。它有几个假设，例如说最重要这2个，空间局部的相关性。因为我们是，你看像右下角那张图啊，它的特征萃取器是一个滑块，特征萃取器就从左上角滑到右上角，再往下滑，一个一个小区块去看。它这个就是假设，当我们在辨识这个模型、辨识这个图片的时候呢，邻近的画素、邻近的像素、邻近的点是比较重要的，远端的点是比较不重要的。它要做这样的假设，因为它的区块就一次只能看3×3，或者只能看5×5，只能看一个小局部，所以它的假设邻近的像素关联性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这个其实很合理啊，我们可以想说，如果我们要看猫的特征，我们例如说我们是看它耳朵，耳朵是不是尖尖的？好，那你当然讲到耳朵尖尖的这句话的时候呢，尖尖的是不是只有看局部特征？就耳朵那个尖角嘛？那我看眼睛是不是圆的？像狐狸眼睛就不是圆的嘛，对。好，那我们看眼睛是圆的，这个是一个局部特征啊。眼睛周围的像素收集起来，那就看它是不是圆的。好，那这是局部相关性的假设。那另外一个是平移不变性，也就是说呢，我这个特征萃取器就右边这张图的上面这一块，它就要滑动嘛，好，它在滑动的时候，它本身是不变的，它本身萃取器是不变的，它就看，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有没有猫耳朵，图片的中间有没有猫耳朵，图片的右边有没有猫耳朵，图片右下角有没有猫耳朵，它这样一路滑过去，它是假设猫耳朵的特征是不变的，猫耳朵就是长着尖尖的那个三角形的耳朵，好，但我们现在简化了，它就假设这个特征是不变的。我同样的特征萃取器呢，可以看左上角，也可以看右上角，也可以看右下角，也可以看中间。不管这个特征在哪里，它就是猫耳朵特征。好，所以它就会用这个特征萃取器，这样从左上角这样一路滑过去，去找，这个猫耳朵出现在哪里？它假设这个猫耳朵的特征，不管在右上角还是左上角，长得都是尖尖的。好，好，那你到这边可能会有点困惑了，为什么我一直在看猫耳朵？猫有其他特征，对不对？对，没有错。所以它不会只有一个特征萃取器，它会有很多个特征萃取器，很多个、非常多个特征萃取器。有的特征萃取器看猫耳朵，有的特征萃取器看猫眼睛，有的特征萃取器看猫的嘴巴，
它有很多特征萃取，全部综合起来，就跟你的水果预测一样，水果价格预测一样，你不是只有看甜度，你不是只有看价格，你要看各种的特征，一路萃取上去。好，那我们很快速的讲完了这个电脑视觉的最基本的概念，然后让大家有个很快的理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语言。当我们在讲语言的时候呢，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语义向量。语义向量是整个类神经网络成立的必要的关键。没有这个概念呢，也就没有类神经网络，也没有现在的 AI。这个向量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理解这个向量概念，才可以理解后面的所有事情。好，那这个语义向量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都有学过这个二维平面嘛，x 轴、y 轴嘛，对不对？第一向量，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国中的时候都有学过这个嘛。当 x(y) 等于110，然后在 x(y) 等于11的时候，在右上角这个象限嘛，哈。当负一的时候呢，在左下角这个象限嘛，这以前都有学过了。那对于电脑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例如说，我们看左边这张图，左边这张图有4个字，有4个字。那这个4个字呢，它们分别有不同意思，而且有些字的意思比较接近，有些字的意思距离比较远，差距比较大。例如说 dog 跟 horses， 狗跟房子当然是意思天差地远嘛，对不对？好，那中间有猫跟 kitten，cat 跟 kitten， 这个意思就很接近。好，所以电脑怎么理解这个语言呢？它就把每个字变成一个点，放在这个向量空间里面，例如说我们这个平面，放在这个平面里面的某个点。类似的字呢，放近一点；不类似的字呢，放远一点，就这样子。这概念上很简单嘛，就这样子而已啊。它就把类似的字放近一点，不类似的字放远一点。啊，例如说这个 houses 放在右上角这边，然后 dog 放在左下角这边。那以前我们国中有学过这个 S 轴、Y 轴，那它其实就可以用坐标来表示嘛。例如说 houses 可能坐标是332，好，那 dog 可能坐标是-1之类的，它可以用坐标来表示。那只是说我们在电脑里面呢，坐标更多一点而已。你以前是二维平面，那我们在电脑里面，我们因为我要表达很复杂的、很细腻的语言的意思，所以我们只有靠二维平面不够，我们要靠很多很多维度，才可以表达每个词的细腻的不同。好，所以我们就把维度变多了哦。本来只有 x 跟 y 不够，我们现在要可能到数百个维度。好，例如说我们右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图几个维度，大家可以看看，有1、2、3、4、5、6、7，有7个维度。好，所以每一个字呢，它就有一个7个维度的向量来代表它的意思。好，电脑就是靠这样理解的。它讲说，这个字的向量是7个维度，那里面这个每个数字呢，每个维度呢，都代表某些特定意思。那个意思我们没办法解释，就跟我们之前讲，我们萃取出来的特征没办法解释一样，那个意思我没办法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cat 跟 kitten 的向量应该是很接近的，跟 dog 的向量应该是距离比较远的。那在这边右边这张图跟左边这张图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就是在右边这张图的维度比较多，可能7个维度，左边这张图只有2个维度 ，x 轴跟 y 轴，差别就在这边。好，所以我们说这个语义向量就是把人类的语义的概念呢，我们在人类世界里面，我们怎么去传达这个语义的概念？它把这个语言，把这个文字呢，变成电脑可以计算的特征向量，你也可以想象成是特征条码。特征条码，好，那当然每个维度代表一个抽象概念啊，虽然说我没办法解释，但是你可以想象每个维度都代表一个抽象概念。好，这边可以理解吗？那我们如果回到我们用水果价格预测这个模型来看，我们一开始水果价格有输入一些什么重量、甜度、颜色、包装等等，对不对？好，
输入之后呢，我们就会拿到第一层两个神经元，左边那个是不是有颜值跟价值？这个是我们第一层萃取出来的特征。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嵌入向量，它也是一个语义向量。这个语义向量反映了这个苹果的第一层的语义，比较低阶的特征的语义。这个向量就代表这个苹果，在电脑世界里面，这个向量它代表这个苹果。好，那你可能想说，第一层这个太粗糙了，这个不够高阶，这概念太低阶了。好，所以我们就有第二层，想买跟可送礼，就是左边中间那个想买跟可送礼，这是它第二层萃取出来的特征。好，所以想买跟可送礼这两个字，应该说是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放在一起，可以看右边这个，它也是一个嵌入向量，它也代表这个水果，代表这个苹果。好，那这些向量呢，它其实在模型里面，它就是一层一层萃取出来的嘛。那它其实会叫做隐藏层特征哦，就是因为它隐藏在这个网络里面，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拿出来用，因为这是电脑自己藏在自己心里面的，电脑自己算是电脑自己记一个笔记，自己帮忙自己理解，所以它是隐藏在模型里面的。所以虽然说，哎，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但其实实际上我们是不会把它拿出来的，它隐藏在模型里面的，好，所以它叫做隐藏层特征 （hidden feature）。或是叫隐藏层的特征表示 （hidden representations）。好，所以我们的类神经网络呢，在做理解的时候呢，在理解这些事物概念的时候呢，它理解的方式就是把那些向量萃取出来。那一个物体它可能会有很多向量，一个概念会有很多向量，一层一层的萃取出来。好，那类神经网络怎么理解呢？人类理解一个概念，它是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认知金字塔。多层次，你想想看，你现在要理解一件概念、一个事情、一个事物哈，那你是不是一个多层次的？从最低阶的特征嘛，这个比如说这个猫的图片有耳朵、有眼睛、好，然后再高阶点，这个猫是在生气还是在高兴？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它是多维度的，因为有看耳朵、看眼睛、看鼻子，这是多维度的嘛？看生气、看高兴、看它是不是肚子饿，这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认知金字塔。在神经网络里面呢，它去理解这些事物的概念，它一样也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哦，好，所以你看下面这张图，左下角输入是重量跟甜度，这是它的输入值，然后它萃取出来 Layer One 颜值跟价值，这是它第一层的两个维度的特征向量。好，再往 Layer Two 右边走，想买跟可送礼，这是它第二层的特征向量，两个维度，想买是第一个维度，可送礼是第二个维度。然后最后呢，他就拿这个维度的特征呢，再往右边走，他就可以做出他的预测任务了。哎，这个水果会不会大卖？好，这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这是后面所有事情的基础，整个 AI 要能够成立的基础。没有这个件事情，就不会有现在的 AI，因为它就只能停留在最低层的特征，最低层的输入，是低层特征，那没办法萃取出很高阶的、很复杂的、很抽象的概念，没办法，只有靠类神经网络去做这样的理解的动作，它才可以做到想要做的那些复杂的事情、那些任务。好了，这边就有个问题了，看这个投影片中间，这边有个问题啊，一个高颜值、高价值、高送礼度的下雪芒果，下雪芒果是一个比较贵的芒果品种。好，那它的高层向量会非常接近精品白樱桃礼盒，因为它们都是高级的水果礼盒嘛。好，所以他们在高层次的向量，例如说想买跟可送礼这个向量这个维度上，这个层次上，他们的向量其实是很接近的，都是大家很想买的，都是可以送礼的。好，那跟那个散装的金黄芒果，金黄芒果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的芒果品种，也是很好吃，但是便宜一点。它跟金黄芒果散装的金黄芒果的向量呢，就会拉得比较远，就可能相对来说你不是那么想买，也不是那么想拿来送礼。我没有听过有人送金黄芒果，比较少，你可能比较不会拿来送礼。好，所以下雪芒果跟精品白樱桃的向量就会比较接近，在高层次上。
那跟金旺芒果在高层次的向量就距离比较远。电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它也这样一路从左边一路萃取特征到右边来，它才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好，那我现在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这3种商品，下雪芒果、白樱桃跟金黄芒果，它们在低层次的特征，谁比较近，谁比较远？谁比较近，谁比较远？下雪芒果跟金黄芒果在低层次的特征比较近哦，它们的重量比较接近嘛，甜度也比较接近嘛。其实甜度还真的蛮接近，金黄芒果也是蛮甜的，它们重量跟甜度其实比较接近。所以下雪芒果跟金黄芒果，它们虽然在高层次的特征向量就距离比较远，可是它们在低层次的特征的距离比较近。它们在低层次，在前面的维度的特征向量距离是比较近的，反而是白樱桃礼盒跟下雪芒果在低层次的特征其实比较远的，重量差很多嘛，甜度也差很多嘛。它们在低层次的特征其实比较远的，低层次的特征向量其实距离是比较远的。好，可是呢，在类神经网络学习过程中呢，它就会把这3个东西呢，它们向量呢距离开始转换，它们转换成把第一层的向量转换成第二层的向量，甚至之后呢可能转换到第3层、第4层的向量，一路转换，把它们拉的芒下雪芒果跟白樱桃的向量拉得越来越近，下雪芒果跟金黄芒果的向量拉得越来越远。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是他理解的过程，他要理解下雪芒果跟白樱桃在这个任务里面，他们的概念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都是会大卖的东西，会大卖的，在送礼上啊会大卖的东西。那他会理解，哎，这个金黄芒果其实概念上跟下雪芒果本质上是，虽然说都是芒果，可是他们在送礼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概念上是差很远的，是不同世界的东西。一个是拿来做高阶礼品的，一个不是。哦，所以他这个理解的过程就是慢慢的去理解好，它在不同层次的特征分别代表什么意义，然后跟我的任务的关系，它背后有什么规律，他就知道下雪芒果跟白樱桃在某些事情上的规律其实比较接近的，背后的规律其实比较接近的。金黄芒果是另外一种规律，好，所以呢，他们最后要做预测的时候呢，他们会分到不同的世界上面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更进阶一点。我刚刚讲这个向量的概念他怎么去理解这个向量怎么去萃取向量的概念。那我们接下来看怎么去理解一个词的意思。电脑怎么去理解一个词的意思？你现在可以跟 GPT 对话，对不对？跟 GPT 对话，它怎么理解你的意思？你里面会打字嘛？那它怎么理解你每个词的意思？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这个学术领域里面呢，他们会假设一个字的意思呢，是你周边的字的意思的综合。你这个字的意思是你周边的字的意思的综合，这有相关性的。这个其实是语言学的某个假设，当然这个假设不是100%对的，你可以举出一些反例，可是大致上在很多时候是有用的。它不一定对，但是它有用。在电脑在这个机器学习领域，很多都是这样子，它很多假设不一定对，但是它有用。我们没办法说100%对，但它有用就好了。好，电脑要怎么去看一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看它身边是哪些词，来猜它的意思。好，那例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I always drink a cup of 什么东西 in the morning，那里面会填什么字？你看到你自然就会推测出来，里面是填咖啡嘛，或是茶嘛，咖啡或是茶。啊，电脑做事情其实跟你很像，它就拿那些字的向量去猜中间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字。哎，这个又是一个猜测的任务了，所以又是一个分类的任务，对不对？我到底要把这句话分类成 tea，还是分类成为 coffee，还是分类成为 milk，还是分类成为 orange juice 的 juice？哪个几率最高？可能是 coffee 的几率最高嘛。好，他就做这个分类任务。
当他在做这个分类任务的时候呢，他应该要越猜越准，越猜越准，然后他的模型就要慢慢调整。它模型要调整是什么呢？调整这些字的向量，调整这些字的向量。当这些字的向量呢，比较接近的意思呢，拉得越来越近；比较远的意思呢，拉得越来越远。它慢慢就达到它的目标了。它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 copy 的向量应该变成这个样子，它才可以把这件事情，这个猜字的任务，这个填空任务做对。他就知道了，哎，你的向量要长成这个样子，我这个任务才会做对。我这个 t 的向量呢，也要越来越接近这句话的向量的综合，我这个猜字的填空的任务才会做对。那我其他字的向量呢，例如说juice orange juice 的 juice，这向量呢是不是要拉远一点？因为它出现的几率没那么高，拉远一点，但是又不是太远。好，那其他字呢就越拉越远，例如说可乐，可乐的字的向量呢要拉更远，因为向量如果拉很近的话，它在这边就太可乐了。那猜可乐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你答错了，因为我给你的训练资料上面不是写可乐，我的训练资料上面是写 coffee，他就帮他猜错了，然后他就开始调整这个向量的距离，把这个向量推远一点。那这个向量推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前面这张图，就左边这张图，比如说 cat 跟 kitten 向量就越拉越近，houses 跟 dog 向量就越拉越远，它就在移动这件事情。好，那移动到后来呢，慢慢的可以停在这个位置的这个词呢，向量像 coffee 跟 tea 呢，向量就越来越近了。好，那这个过程就叫做 embedding，叫做嵌入。为什么叫嵌入呢？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字呢塞到这个向量空间里面去，找个位置给它嘛。我要帮那个字找个位置，到底这个字的向量要塞哪里呢？塞右上角还是塞左下角？找个位置把它塞进去。这个叫 embedding，叫嵌入。好，那这个概念大家可以理解吗？好，就是它会帮那个字找它在向量空间里面的位置，找到位置之后呢，它才可以把这个字的意思，这句话的字的分类任务做对，它才可以正确的猜到这个位置要填什么字。好，那猜完之后呢，它就拿到这个字的向量了。所以每个字，例如说 coffee、tea、milk 都会有自己的向量。那这个向量你就可以拿来用了，例如说你可以来找相似的字啊、相似的文本啊、相似的文件等等，你就可以拿来做各种用途，然后你就拿到这个向量。那也就是右边这个表格一堆字就有它们的向量了，它就把它抓出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讲 Transformer 模型。这个模型超级重要，它被引用超过25万次。25万次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数字，非常夸张的数字。那 Transformer 模型呢，就是现在 ChatGPT 模型的基础。甚至我们讲的不是那么严谨，你可以讲说 ChatGPT 其实就是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做出来的。那 Transformer 模型就是它一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怎么去理解这个文字，它做到这件事情的，它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 ChatGPT 听懂你的话，听懂了这些问题，它能够对话。好，所以我们讲电脑怎么理解语言，当然必须讲 Transformer 模型。它的概念其实跟刚刚那个概念很像只是说它这边做的更细腻一点。刚刚那个概念呢，其实很单纯，就是 coffee 的向量要很接近其他字的向量的加权平均，其他的字的向量都加起来，平均单纯的平均要跟这 coffee 的向量要很接近。好，那它这边做的更细腻一点，就是我看其他的字的时候呢，我不要把大家的重要性都当成一样重要，都当成一样重要。例如说，我看 coffee 这个字的意思，我现在这个模型不是很理解，我电脑不是很理解 coffee 是什么意思。他去看旁边的字的意思，等他看这些字的意思呢，看这些字的意思的时候呢，有些字不重要，有些字比较重要。例如说，看 coffee 这个字的时候呢，always 第二个字 always
重要吗？你不能说100%没关系，但是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它没有那么重要。好，那我们不要看 always，看也是冠词跟 the，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吧？但我在决定 coffe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不会去看这冠词吧？我可能不会去看，它不是那么重要。所以 self attention 就是我在看这个字的时候呢，再看看旁边的字呢的重要性，他先判断哪些字比较重要，我就优先看那些字的意思，然后把那些字的意思呢加权起来，加权综合起来。例如说 drink 对 coffee 来说，这个 drink 这个字比较重要，cup 对 cup 对这个 coffee 这个字呢也比较重要。但我在决定 coffee 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drink、cup 跟 morning 这三个字其实比较重要的，对它的字的意思的解读，要怎么解，机器要怎么理解这个字的意思来说，这三个字是比较重要的。drink、cup 跟 morning 是比较重要的字。好，所以他在理解 coffee 的时候呢，他优先看这三个字的意思，这个就是他核心的机制。他核心的机制就是做这件事情。当我在理解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先找出哪些字要优先看，把那些字的意思加权起来，综合起来，就是我的意思。当然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意思的，但是他会同时考虑其他字的意思。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怎么去决定哪些字比较重要，他要怎么判断这件事情？这边有那么多字，对不对？他要怎么判断哪个字比较重要？好，那我们以前在搜寻网站，例如说我们在 Google 的时候，在用 Google 的时候，Google 会让我们输入的查询的关键字嘛，例如说我们输入 coffee，coffee 这是一个查询的词啊，或者是我要输入一个，我早上要喝什么，这是一个查询的 query，查询的条件。那在 Google 的资料库里面呢，就很多资料嘛，那些资料呢，都有他们的key，那 key 我在这边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它会有它的 key，所以当你输入一个查询字，那它就会跟资料库里面的每一笔资料呢做比对。当资料库里面那些资料的 key 跟你的 query 比较接近的时候呢，它就把那个资料挑出来作为你的查询结果。好，所以这个查询跟比对的机制呢，其实就是在看哪些资料跟你比较相关，我们也可以解读哪些资料对你比较重要。好，所以我们现在用类似的概念来看哦。好，我们下面一样哦，这行句子哦，只有这行句子，每个字呢都有它自己的 key，都有它自己的 k，也都有它自己的 q。当我在判断 coffee 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呢，我就拿 coffee 这个字的 q 去跟其他字的 k 去做比较，直接相乘。好，那相乘出来结果，如果数字比较大，就代表那个字是我要找的字，是我要看的字，是我要优先看的字。例如说，我在这个例子里面呢，coffee 的 q 呢，可能乘上 drink 的 k，可能是一个得到比较大的数字。coffee 这个字乘上 cup 这个 k 呢，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数字。乘上 morning 的 k 呢，那 q 乘上 morning 的 k 呢，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数字。那相对于乘上其他的 k 呢，其他 k 可能就乘起来就比较小。好，那他就会拿到一个权重，q 乘上 k 就会拿到一个权重。好，他就知道说，coffee，当我在判断 coffee，在理解 coffee 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呢，我要优先看 drink，因为 drink 的 k 乘上我的 q，乘起来结果比较大，我要优先看 drink，优先看 cup，因为 cup 的 k 跟我的 q 一乘，发现这个数值是比较大的数值，好，所以他优先看 drink 跟 cup 跟 morning。好，这是他理解的过程，他就有 q 跟 k。那你会想说这 q 跟 k 怎么来的？等一下我们再讲啊。那总之呢，他就会用 q 跟 k 去乘，看看哪个字比较重要。好，那 q 跟 k 的生成的机制呢，它其实就是特征萃取，跟刚刚的机制其实一样，很像啊，概念上一样，机制不一样，但概念上一样。就是呢，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输入值嘛，
都有自己的最底层的原始的输入值、原始的向量。好，那这个类神经网络呢，就是在理解过程中啊，去生出去生成每个字的 Q 跟 K，所以 Q 跟 K 就是这些字的特征之一，特征之一。所以 Coffee 会有自己的 Q，Coffee 会有自己的 K，每个字都有自己的 Q，都有自己的 K， 好，它就一路生成出来，就好像水果价格预测模型，每个水果都有自己的价值的特征，都有自己的颜值的特征，都有自己的可送礼度的特征。好，那你有你的特征，我有我的特征，那每个人特征可以相乘，乘起来数字比较大的就是你对我来说比较重要。那在这边也是一样 ，Coffee 有自己的 Q 的特征，也有自己的 K 的特征，Drink 跟 Cup 也有自己的 Q 跟 K。好，这是模型生出来的，模型一路这样往上层走，好生出来的，一层一层生出来的。好，那他们也有自己的 value，他们的真正的语义本质上的语义向量，他们也有自己的 v，这也是生出来的。你怎么生出 q， 就怎么生出 v， 概念上其实一样啊，当然这乘法不一样，但概念上是一样，都是他们的特征，高层次的特征。好，所以当时模型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哎，哦，你这 coffee 有这样的 q， 你乘上这个 drink 的 k， 这个看起来是蛮重要的。好，那我就优先把 drink 的 v 跟 cup 的 v 跟 morning 的 v 通通拿过来，跟你的 v 一起做个加权平均，好，加权平均。好，那我最后拿到这 coffee 的向量呢 ，coffee 的意思呢的理解呢，就是 drink cup coffee morning 这4个字的优先的综合的结果。好，当然其他字也会进来，但是其他字占比很低。好，所以这是他理解的过程。他理解 coffee 的时候，他会理解谁跟他比较重要，把那些字的 v 的它的语义向量做个加权平均拉进来。好，这边其实是稍微有点抽象啊，但是其实这个对于 Transformer 来说是它的核心，那 Transformer 对于 ChatGPT 来说是 ChatGPT 的核心。好，所以如果你要理解 ChatGPT 怎么理解你的话，你就要理解这件事情。你要理解这件事情，你才会理解 ChatGPT 怎么理解你的话，因为它背后的机制就是这样子去理解每个字的意思啊。那我们再回来讲到 QKV，Q 其实就是讲说我这个字要参考谁，我要参考哪个字。当我在理解 coffee 这个字的时候，我要参考哪个字？我要参考 drink 还是参考 cup？那 K 呢，就是我要被谁参考？我要被谁参考 ？drink 要被可能饮料类的参考，cup 也要被饮料类的参考。好，它是大概这个意思。这没办法，这是无法解释啊，但是你可以这样想象啊，因为这是模型自己用黑箱生出来的东西啊，但你可以这样抽象的想象。好 ，Q 跟 K 呢，都是为了判断词汇之间的关系，被刻意用下层的向量衍生出来的上层特征，它衍生出的 Q 跟 K 的特征，它衍生出 V 的这个特征。那 Q 跟 K 呢是查询用的 ，V 呢是它语义向量，它每个字的最本质的语义。例如说 drink 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cup 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啊，当我 Q 跟 K 乘起来比较大的时候呢，它就优先拿 drink 的语义向量跟 cup 的语义向量优先来作为我在判断 coffee 这个向量的时候，coffee 的意思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参考。好，所以这个就是 self attention 这个自注意力机制，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它背后最重要的机制。当你理解这个机制，你就知道，当 ChatGPT 在理解你的话的时候，他就看你给他提示词里面哪些字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你这时候就知道，你给他提示词里面，你必须要放有助于理解你的任务的字词。好，你不要放杂讯，因为你放杂讯，他在乘 Q 跟 K 的时候呢，他会被污染，他会看到那些杂讯的字，然后就误会你要做的任务了。好，那我们今天快速的讲完这个 Transformer 模型它背后的意思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那下礼拜再跟大家继续报告，好不好？好，谢谢各位。